那么赖清德跟蔡英文一起去看这个海鲲舰呐。那《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做的标题看吓我一跳赖清德主张一次把后面的7艘国造潜舰都一次做完，他第一艘都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啊。第一艘能不能还没有下水，也没有岸侧，也没有海侧。对，下水而且到海里面是要一点一点下的，不是一下就要沉到下面，万一沉到下面去漏水了上不来怎么办？他一点点下，没问题，再下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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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看能不能浮起来，还武器能不能使用特别第一艘要很谨慎嘛，你第一艘做好，第二艘、第三艘、第四艘慢慢改进那突然说一艘就一次要做完。这个做潜舰当然很高兴了。海军其实都有2派，一派认为根本不应该发展潜舰，一派认为是可以发展潜舰，有不同的意见。一次把它做完然后预算到怎么编？一次特别预算能编掉吗？军事专家这卢德允说，潜舰并不是十全大补，你不要以为我们有潜舰就可以对付老公的这个舰队，并不是这样子随时也在改变整个形制来，坤吉兄，你们怎么看？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执政党再次又挖了一个钱坑出来而且要用特别条例用特别预算再次向中华民国的所有的纳税人再次挖空大家的口袋。我们要知道现在两岸要怎么样，政府要先基于维系和平才是头要应该要立刻做的事情。以这次金厦事情来讲，金厦这个事情，我们中华民国这一方所提出来，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的海巡署能够拿出来的资料都拿不出来，然后被各方来质疑。造成现在两岸的中线现在也没有了，全部已经成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常态。现在我们的军舰也要开始做实弹射击中华民国保卫台湾是理所当然，我们支持我们的国军做任何必要的这些操演，但是我们的政府所持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让我们的国家能够真的来维系两岸永续的和平？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潜舰我真的我又想到当时2006年、05年这个阿扁时代的奶茶军购说6108亿，就大家一天少喝几杯奶茶就可以保卫台湾。结果这个6108亿的这个所谓的 P3C 爱国者2型变为3型还有这个传统潜舰特别讲传统潜舰，当时的传统潜舰还要拜托荷兰去做，因为美国都已经停产，没有在做传统潜舰，然后经由二手的这样的一个统包到荷兰去，6108亿。当时国人只知道6108亿，我跟大家报告，因为我当时到五角大厦去谈判，对于整个6108只是开始初期的这个购买的这个价金而已，还不包括后续的维修管养总共要1兆2000多亿所以现在大家端出来只看到一个目前的价金是多少，对于未来怎么去管养，那个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天价，就像我们的飞弹，6到8年就要这个性能提升一次，提升一次大概就是半颗飞弹的钱，6到8年不断的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循环，我们国家买越多这些所谓的新型的武器，接下来未来管养的问题要怎么样维持？还有现在我们第一艘现在花了500亿第一艘这个海鲲号，接下来这个赖总统当选人很有气魄，一次7艘全部要来2000亿砸下去，2500亿到底有没有跟国会讲清楚？你这8艘潜舰，第一个能不能下水我们还不知道，从赵大哥讲，第一艘都还没有实证完毕，你就一口气要做7艘。还有第二个，他们要部署在哪里？到底要保护我们的油路呢，还是两岸准备要作战？我们面对中国大陆的潜舰，我们是不是做好我们现在的目前我们所生产的8艘潜舰有足够防御台湾的能力？这些实证在立法院都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这个时候就要跟人民来伸手要钱，后续管养到底是如何？这8艘潜舰能部署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不了解，所以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以前，中华民国国会我们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为我们此生挖坑的这样的特别这种军购法案继续的再延迟下去。好吧，这个今天上午立法院为了王玉明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那他之前是儿福联盟的董事，他最近辞了结果呢，这个民进党说你应该回避，不应该主持
那两党爆发冲突，议事瘫痪了40分钟啊。李彦秀啊跟这个吴思瑶为了抢麦克风也起了冲突哈。那另外呢，这个陈玉珍啊把这个吴思瑶呢抱到一边去，那吴思瑶呢哭，陈玉珍说你在作秀啊，又是另外一个场景哈。那这个经过40分钟，卫福部长薛瑞元才顺利上台去报告哈。这边也看到啊，这个陈玉珍把吴思瑶把她架到旁边去啊，然后吴思瑶呢挥手，不知道真哭假哭了哈，说哭了哈。那另外呢，原来这个说只有2页的报告就被骂嘛，蓝绿都骂。后来呢，说今天变成5页啊。那薛瑞元有道歉说呢，他们的确是应该负担督导不周的责任啊，因为地方啊牵涉到台北、新北，中央还是有协调督导的责任啊。那另外呢，立法院把他卫福部的虐童案报给他退回。薛瑞元说他愿意私下亲自拜访家属来道歉啊。那早上他们还说要那。这个王玉敏就说：“那你们如果不要我当主席哈，你表决嘛，表决是7比6哦，同意这个王玉敏继续担任主席哈。那儿福联盟自己内部也有问题啊，因为董事会当时是要他的执行长白立方辞职的哈。那有超过100名的员工联署反对，因为平常已经说了，董事会跟一般员工是没有什么接触的了，董事会怎么会去管到员工呢？当时执行长这种管理阶层。”在接触嘛，就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不会去管公司的，总经理才跟公司有接触嘛，所以呢，员工觉得很气啊，说我们平常这么辛苦，待遇也不高哦，这个执行长也是啊，这个非常辛苦啊，这个怎么就一封信，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啊，这个白立方的信还给员工了啊，说当董事会要求执行长卸除职务。我的基本信任被动摇了啊！这就是员工的这个态度啊。那白立方也写了一封信 ，Dear All 给所有的员工，他说呢，这个他特别，我想他有讲到了哈，董事会希望我卸下执行长的职位，很突然啊，我就这样放下我的工作多年的地方。当然，员工看这个信一定会同情这个执行长，所以员工现在反弹的这个情绪很强烈的啊。那因为有人说儿福联盟因为申请一堆民进党的补助嘛，所以他是绿油油，那他们就把当年成立的时候的董事拿出来，哇，当时成立的董事呢，的确啊有这个王志雄啊，王世雄啊，林志嘉啦，然后呢有这个冯燕呐，这个反正我看一大堆啊，王金平啊等等啊，翁仲君啊等，为什么？林志嘉那个时候是蓝营的立委啊，大家都忘了。他还代表国民党，曾经争取要选台北县县长的新北市。林志嘉那时候台北县林志嘉当时是国民党的立委，然后呢，林志嘉呢后来呢，因为这个反对核四，因为这个反对核四被支持核因为支持核四被反对核四人去闹他去骂他。后来他要选这个市长然后呢，这个县长嘛，当时其实是县长，台北县县长不，他那时候不是，他最早不是王建宪，他要选县长就没有提名他，就让了。第二次他还想选，然后呢，那个时候呢，这个王建轩也要选嘛，后来就在我的节目啊，就当时在我节目，我当时说，谢先生，对，你们2个都要选哈，你林志嘉跟王建轩是不是做个民调，赢的就出来，输的就。不要选了，林志嘉当场同意。后来做民调，林志嘉输王建轩一点点，但林志嘉很有风度，就接受。好，那就王建轩选，他就没选。那次是这样子，就在我节目里面，他们就决定了哈。那后来王建轩也只差一点点，输真差一点点，所以很可惜哈。那不管了，所以那个时候林志嘉，所以林志嘉后来国民党要开除他。我还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我说林志嘉其实一路以来都不错的，对，在国民党都不错，你干嘛要把他开除？何必开除？我们这种把他整个 fire 掉。但国民党很坚持，后来就跑到民进党去了，就这么一段。他是经过台联，后来到台联，对，后来李登辉拉他了，到李登辉那边去。好了，不管了。那现在在虐儿案子，我们就回到虐儿案怎么办？我们看一下。虽然焦委王玉敏已经请辞儿盟董事，民进党依然认为没有利益回避，坚持换人，引爆国民党不满，双方占据质询台，当面拍桌对呛。也要咨询，我们要咨询，我们要咨询。
虐童案专报官员还没登场，蓝绿立委先吵成一团，主席王玉敏成了箭靶。谁在护航？到底哪个政党在护航？接下来眼见双方女将互不相让，国民两党大党边现身压阵，场子却闹得更大。小心，请部长上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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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冲到部长薛瑞元面前邀他上台，民进党寸土不让，吴思瑶紧抓麦克风，跟徐巧芯、王宏威爆发第三波冲突。出来！前方三女抢麦，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后发先至，遭吴思瑶指控使用暴力。可以这样，你不要去演八点档，太可惜了。不要，我嘴巴很痛，是不是？天哪，很痛哦！天哪！你们当初抱我的时候，天哪，天哪！你不要一直喷口水，对不起，你还要吐口水。可以了，可以报告了。我为了全民的利益，双方各退一步，表决胜负，退回卫福部报告，朝委不变。延到1个小时后，薛瑞元终于上台公开致歉。中央地方相关人员处理的态度的偏差，本部应该负监督不周的责任，应在这里向社会致歉。委员会空转1个小时，卫福部2度致歉，关键的虐童报告要重写，追真相进度也重回原点。杨永平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吗？你现在在台北的副厂就也管这个业务嘛，对不对？对，第一个我先讲了哈。这一次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讲责任划分啊，我的观点是，儿福联盟占60%啊，然后这个地方政府20%，中央政府20%。为什么我这样划分呢？因为我实在必须要讲，第一个，这一次的这个案子本身呢，是一个很可怜的妈妈去坐牢。爸爸遭楼，然后阿嬷呢没有办法抚养的小孩，所谓我们叫做出养的案子。那这样子的案子呢，第一个，它原本发生地是在新北市，但是新北市呢发现说它可能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安置呢，跨了到了台北市来进行安置。那你只要有跨县市这种做法，第一个一定是中央给你协调的，因为否则的话，很现实的来讲，我台北市我怎么会有名单？我怎么会知道今天有一个阿嬷她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然后我去把你新北市的小孩接来我台北市？所以第一个。跨县市这件事情一定是中央出面进行协调。那台北市和新北市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要去督导那个跟他签约的那个保姆单位，那个保姆单位就是儿福联盟。今天啊，我必须说，儿福联盟我们刚才在谈，就是说他的创办人林志嘉啦，以前是蓝，后来变绿什么。可是我要很良心的讲，儿福联盟做很久，而且呢，在我还在台北市的时候，当时就跟儿福联盟合作了，他们的表现并不差呀。也就是说，儿福联盟他常年做，第一个他没有什么政党色彩，第二个呢，很多人都捐钱给儿福联盟，包含我也捐钱5亿啊，我也捐钱给儿福联盟。为什么？因为呢，儿福联盟他后来就协助市政府呢，就做了整个保姆认证的那个工作。那这次的这个事件本身呢，出现的落差在于那个保姆装出一副慈善天使的面容，可是实际内心很残忍，像个恶魔一样。你看他的脸书，都 po 他什么爱护猫狗动物啦，做公益啦什么的。其实呢，跟他的姐姐妹妹在私传 LINE 的时候，那么的残忍。所以呢，第一个，你对保姆的管理呢，你不能够只看他的表面，你一定要深入。而深入呢，这一点我觉得中央没有做好的，因为那个标准是中央公告的，就是你收容孩子的家庭的空间要到达什么样的水准。因为有媒体记者他们也有去看过，有揭发说他的那个环境根本不符标准。我当时为了这个业务，我有去法国考察。
法国他们对于居家照顾的这保姆，因为政府给他钱嘛，政府1个月给他3万块，不是少的钱。他有规定孩子要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他有多少公尺的活动空间什么。如果拿法国那个规定来比之今天台北市这个规定，根本不符合。好，那你说台北市可不可以定单独的规定？也可以。那台北市就议员在这里，你们就要求台北市定一个超越中央标准的单行法规，但是那个要这个台北市要通过特别条例，这个是可行的。可是如果没有，现在所有的标准都是靠中央，而且呢，这个社工的标准配比社工的基础薪资也是中央核定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卫福部呢，利用民进党立委在那边胡闹，他去闹这个王玉敏就算是董事他又没有第一线管理这事，而且王玉敏董事也辞职了，那就算你今天召委，他真的要回避的不是在质询啊，质询他只是说你谁去问谁，谁去问谁，是真的。如果有议案要表决的时候，顶多王玉敏他就回避那个表决。如果跟儿福联盟的惩戒案有关的，你要表决，他回避就好了嘛。那今天民进党闹这个是闹哪桩？那我觉得本来中央的责任。或许我刚才讲的20%跟地方政府一样，20%不是那么重。可是今天民进党乱闹一场、乱护航一场的时候，大家的焦点就会朝中央卫福部跑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台北市议员说，5年内台北市的重大儿虐会议没有函请中央了。蒋万安说，未来一定会主动召开哈。来，佑成，台北市议员，我们其实，在儿少这个议题哈，永平姐如果刚刚讲的那个比例，当然大家各自心里有一把尺，可是我认为就是3个和尚没水喝。先回到讲台北市事情发生的当下，大家看到双北首长确实是没有及时回应。那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烧起来。从去年9月送托，12月这个检调开始查，为什么到3月现在才舆论哗然？因为当天发生了一个私立学校的校车，几名学生的轻伤，双北的首长特别去看，大家才会对比说，原来这样子一个这么可怜孤苦无依的小孩，没有人在乎。那没想到双北的首长的处置其实是非常的蛮憨啦。好，那到最后，其实台北市府当然是已经率先提出了几个因应作为，可是很可惜的是，蒋市府在这个态度上面，竟然是用一个我公亲辨事主的态度，这就是所谓台北市议会站在市民的角度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议会这个礼拜5，就在这礼拜5，也要求应该要来做专案的报告来做处置。那卫福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今天早上立法院的表现，从2页到5页后，你可以发现说，原则上是完全的失职失能。我从上礼拜4跟社会局调了一个跟卫福部来往的公文哦，这件事情来往的公文，从上礼拜4调到今天，我们现在正在录影是下午3、4点。我刚才特别确认，这个公文的记录到今天台北市政府给不出来，不单是我地方政府的原因，是卫福部到今天连话都说不清楚，所以。不要大家都把焦点模糊，有点可惜是今天早上立法院乱成一团，都没有办法回应人民真正的期待是有没有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现在有没有人在发生，还有过去发生这个原因要怎么样来弥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就事论事来讨论，而不要成为蓝绿来攻防的焦点。我们听魏伟。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态度都非常一致，就是说这个案子。不要推卸任何责任，也不要去做任何政治的口水。中央跟地方，大家要一起负责哈。为什么我这么说？其实我们都来自地方，我们很清楚。其实，在我们的儿少法，说真的，它是一个制度，而且有法的规定，有实行细则。它在整个实行细则的规定，就是从母法到子法都一样有所谓直辖市跟县市政府，它要去做主要的一些管理跟推动。那当然上位者是中央，可是我们一直强调。今天不应该是好像把责任给了地方政府，好像中央就没有事了，错了。当这个弱势孩童我们要去照顾他的时候，基本上
中央也有责任，因为当他们接到第一时间，大家来这个澄清这个案子，大家觉得有异样的时候，因为当时候凯凯是在送医的时候，已经就是这个医院就发觉他有受虐。然后有通报，只要在医院发现孩童有受虐，他会通报。通报之后，所有都会知道，这个有一个体系。所以为什么当时候中央在这个112年12月底的时候，你没有发觉有？他说有，他有请台北市政府来说明。那台北市政府也非常简单做一个简单报告，所以变成说把这个案子就盖住。大家说啊，那这个12月发生的，现在才这样子爆出来。当时大家就是便宜，是中央给了地方要求你来做报告，然后地方没有去做一个深入的了解。所以其实他这一段部分我想很奇怪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去年9月26号，其实我们知道他就是第一次访视，当时说没有异样，可是知道吗？11月23号，小孩子的牙齿就磨光了，然后对，就磨光了，然后呢，他带小朋友去就医，然后有去了解，他说他就相信了保姆的说法。然后12月21号，这个当时候社会局要吴玉警，因为本来都要吴玉警去访视，吴玉警访视的时候，居然保姆跟他讲说这个没有，因为家里有人确诊，所以不方便。结果小孩子在21号他说不方便之后，24号小孩子就送医，然后这个无法挽回生命了。所以你看，就是这样20、24，居然这个台北市政府也这样子轻易的对待这个 case，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没有去把它当成一回事。所以我为什么其实从一开始我说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不要口水，我们要怎么在1个月赶快把这所谓出养制度，因为我们现在还有177位，这是在3月12号那时候。中央要求各县市政府再做一次统计，总共有177位3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在这个出养制度当中的一个系统里面，等待要做这个所谓寄养家庭，或是说在做转介，所以我们不希望在下一个有这样的憾事出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赶快1个月，我们在立法院也是要求陈建也说1个月要赶快把这个制度处理好。我觉得大家就是赶快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完整性，不要再让下一个这个所谓凯凯事件再发生。我必须要很遗憾的在这里讲台湾是一个已开发国家，但是现在不只是社会医疗网，甚至社会安全网通通出了问题。因为过去在我们在地方政府服务，我们很清楚，一位社工他每天要面对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他不是只有去访视这些出养的小孩子以外，还要照顾老人，还要做很多这个职务上分配他的工作，甚至还要去看独居老人，还要送餐，还要帮他这个，甚至还要帮他洗澡，要照顾很多很多的这些需要照顾的这些老人，或者是还是这些孩子，但是他们的薪水呢，几乎平均都大概3万多块。3万多块，所以社工不断的在流失，工作压力又沉重。诚如现在我们的医疗防护网也出了问题。现在不要说两岸要不要交战，第一个，我们先考虑我们到底有多少病床，我们就算有了病床，有多少的医护人员？现在护理人员缺护理人员，几乎所有的医学中心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不愿意去做一个这么吃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如此的低。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拿出一套办法来。现在我们先讲社工这一块，他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作压力，当然这是一个悲剧的事件，但是在这个悲剧事件当中，我们要反省说，中央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地方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儿福联盟的责任是什么，这个当然要究责到底。所以今天我们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为什么卫福部用2页的报告就要搪塞所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而且今天在这个委员会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谴责，执政党是中央的执政党，竟然在那里闹场。今天就是要让大家问清楚、讲明白。卫福部他该说想说的话也可以讲，但是不应该在那里闹场。弄得还有2党总召去，请大家全部坐回原位，全部都不要讲话，然后再把权益问题讲完，然后开始表决完
进入议程，能够让卫福部来说明清楚。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真的是乱世要重点，因为在大概将近20年前，那个时候包括性侵这些未成年的这些幼儿，还有凌虐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当时就提了一个法案在立法院，真的很遗憾，当时我们提了这个法案，就是重刑，就是凌虐这些未满6岁以下的这些孩童亦或是强暴等等，都是处12年以上，然后让这个受害儿童死掉的话，这个都是要至少无期徒刑或死刑。因为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孩子他被凌虐过以后，在他成长的环境，未来他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社会上会造成多大的一个问题，他就是一个未爆弹，因为他从幼儿开始接触到就是大家都在凌虐他，所以未来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社会？所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不止提案要把这个法把它修清楚，要加重以外，我想我们整个社会安全网，中央政府要拿出一套办法来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按照今天早上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看待凯凯事件，这里面只想政治攻防的话，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凯凯呢，他死的就很冤枉，还会有下一个凯凯啊。我们在之前其实整个社会关注聂儿事件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邱小妹妹也是这样子被凌虐致死。后来监察院做了一份调查之后呢，2017年到2020年，一共有88位的幼儿因为虐待然后而死亡，平均一年是22人哦。2022年的统计是17人哦，所以这儿虐儿死亡的事件，其实每一年都出现。凯凯并不是孤立，可是我们现在就只针对凯凯一个例子当中，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政治攻防，你就不可能去面对他背后所碰到的一些所有的问题。那你可以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的统计每一年其实被虐待的儿童有11000人，只是这里面死亡的人数10几人到20人不等，可是被虐待到死亡其实已经是最惨烈的。这中间被虐待但是又没有办法发声的人，其实在暗处更多。我们不肯去面对的话，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当然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不主张说你要把最后的社工作为唯一的这个妖魔，然后来攻击他，因为我们的社工缺乏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政府的态度还是最重要的。到目前为止，为什么那个2页5页大家会觉得荒腔走板？因为我们的规定是说，发生了儿虐致死事件之后1个月必须要出具报告。这是去年12月发生的事情，到现在3个多月了。3个多月下来，事情闹大了，结果我们还只能够出具一份2页或者是5页的报告。不管是卫福部也好，台北市政府也好，他们不是慢半拍耶，他们根本就是慢了1整拍耶。应该1个月就要完成的报告，怎么会现在才出来？这里面所有的检讨都应该要出现，因为凯凯，如果你仔细看，不是去年9月签约之后，他的身世才开始变得处境凄凉，不是。其实从他出生，他的生母就希望能够出养他，他就不要养他。后来因为母亲因案入狱，然后儿福联盟一直联络不到母亲，所以就只好去法院里头认定到底监护人是谁。就经过了这样子的监护的这个法院的程序1岁了，1年下来才好不容易确定他的外祖母是他的监护人。然后外祖母说我没有能力，然后接着才去签约说我要出养。所以这里面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走，他一直都是在保姆家流浪。那就是我不同的制度下，然后呢，他所处境不同，就换一个保姆；不同的制度下，然后就换一个保姆。然后那个保姆的那个认定有宽有严，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要去面对的。我基本上认为，第一个，我们社工的人数还有社工的这个薪水都要增加之外，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位出养儿童在出养前，他的保姆的选择标准应该要像寄养家庭这么样严格，因为寄养家庭那要求的严格程度，就不是说你符合保姆资格就可以的。那光是这一点的改变，至少让出养孩子他所生存的环境可以得到一丁点的改善。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如果我们是用这种吵吵闹的方式，它就不会有任何改善。
休息一下回来。